iPhone 实用相机这些功能一定要学会，没有错。这次 iPhone 16的相机多了好多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女生最在乎的肤色，这次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家庭出游的纠纷。本来想说要不要10月去日本玩之后有多一点风景照再来做这一集，但是大家好像都等不及嘞，所以现在呢，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 iPhone 16相机小技巧。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讲到全新的摄影风格档。如果你觉得 iPhone 拍起来颜色很丑，或者是皮肤很差，或是拍照老是被另外一半嫌弃，那这个功能真的要学起来。你以为这个功能是滤镜，对不对？ No， 没有那么简单。以前呢，我们在套滤镜的时候，最困扰的就是它可能整张照片 always 是单一色调，可能很暴力的加个冷色滤镜，结果整张照片变成蓝色，那我们的肤色就会变得超怪。那这次摄影风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iPhone 16全系列在拍照的时候，它当下就会记录 3D 空间的资讯，然后判断照片内哪个部分需要用怎样的颜色处理，哪边是背景啊，哪边是皮肤等等的，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懒人的调色神器。而且这个功能是这一代 iPhone 16全系列独家的哦，就是连数字系列的16还有16 Plus 也可以用。但是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用前几代的 iPhone 拍的照片啊，或者其他相机拍的照片传进来 iPhone 16，也不能套用这个风格档，因为我已经试过了，就是不行。那这个新的风格档很棒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事前或事后调整都没关系，就算你忘记拍照当下开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要怎样叫出这个风格档的编辑功能。首先第一种就是你拍照当下想要用这个风格档的话，右上角就有这个风格档按键，那你点下去就可以去选不同的风格档这样子，或者是你今天往上滑，这边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按键。那如果你今天是照片已经拍完，然后你想要套用风格档的话，就是在编辑里面，它这边就有一个风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风格。那我们简单区分，从中间的右边跟左边是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左边的5个会是比较实用的风格，那右边的风格我觉得风格会比较强烈一点。那每个风格档呢，你都可以再点进去调整它的色调还有颜色跟不透明度。例如说我们今天往上滑对比就比较低，往下滑对比就比较高，然后往右滑的话颜色会比较饱和，往左滑就是饱和度变低。那例如说我今天觉得它有点太夸张，我想要它自然一点的话，就可以调整这个不透明度的部分，例如说调整到30%，就会非常自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实用的风格档哦，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左边这5个比较实用嘛，那其中呢前3个就是左1、左2跟左3，它们都是暖调背景，然后左4跟左5是冷调背景。那其中又有肤色的差异哦，例如说暖调这3个，你看它的肤色就有一点不一样，例如说这个是偏粉，然后这个是偏黄，然后这个就是中间，然后冷调自己本身也分肤色哦，就是玫瑰冷色就是偏粉，然后中性就是比较自然白这样子。iPhone 的镜头其实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小心被刮伤，像是跟包包内的杂物、零钱、钥匙这些的放在一起被刮到，或者是放在桌面上不小心被磨到，这些都会影响拍照品质。所以我一拿到 iPhone 16就立刻贴上了 iMOS 蓝宝石镜头保护贴。这款保护贴采用了 PVD-SS 2.0 工艺技术，那简单来说就是它采用了双窄边金属框设计，让它更坚固更耐用。这个金属框外面还有一层特殊的 PVD 真空镀膜，那这个会让它不只看起来很有光泽感，同时它还可以帮助保护你的镜头，防止一些日常的刮伤和撞击。这样我们新买的 iPhone 16就不怕日常当中的一些小意外了。那另外呢，这款镜头保护贴使用了墨西硬度 9M 的蓝宝石光学玻璃，不只是抗刮耐磨，它还有超高清的透光效果，代表说我们今天用的这款保护贴也不会影响我们拍照的清晰度还有色彩还原度，也不会影响相机成像或画质表现。无论你今天是要拍风景还是人像，都可以完美呈现，真的就像没有装保护贴一样。那这个镜头贴上面还有 iMOS 的雷雕商标，代表说它是正品哦，非常精细的一个设计。另外它还通过了检测权威机构的双认证，达到 IP66、IP68 的防水防尘等级，让你的镜头在各种环境下都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在手机壳相容性的部分，这款镜头保护贴可以跟市售 99% 的手机壳相容，安装之后也完全不影响美观。像我现在这样装上去呢，就跟我原本的手机融为一体。我选的就是跟我 iPhone 16 Pro Max 一样的银色，然后防刮不掉色，质感也超好。这款镜头保护贴也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可以搭配你的 iPhone 新机颜色，完美呈现原机质感。数字系列也有相对应的颜色可以选择。如果你想把你的手机镜头提供最好的保护，又不想要牺牲拍照效果，那就交给 iMOS 的蓝宝石镜头保护贴，保护你的 iPhone 镜头，又能够维持摄影水准。有兴趣的话，链接我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赶快去看看吧。
那如果今天大家像我一样追求日系冷淡风啊，就是皮肤要白一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选择左边的这个玫瑰冷调，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白里透红的感觉，而且我们还可以再点进去让它的对比再低一点，皮肤就会看起来更好。就是往右上角调一点点，色调大约30，然后颜色也大约30，它的对比会降低，然后饱和度也不会那么高，就皮肤看起来又更好了。而且大家看，就是真的非常的自然，不会说好像脸过白啊或者过蓝之类的。我觉得这很厉害，就是因为它背景还有皮肤其实是分开处理的。例如说我示范这个玫瑰冷色还有中性这2张，你会发现它的背景是一样的，只有差在我的肤色。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是右边倒数第3个空灵这个选项，它也是冷色背景，然后对比比较低一点，也很好看哦。那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也很受欢迎的滤镜是中间的右3，它的名称叫做梦幻光芒。那这个风格档非常日系，超级日系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洁癖的颜色，然后大家也可以把那个色调还有颜色也是稍微调到30左右，你会看到它的背景整个偏紫冷色哦。然后套完之后呢，整个颜色就会变超级干净的，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脸，就是我原本的脸是对比有点高，然后感觉脏脏的，有没有？然后调完之后就突然变得很清爽就1秒到日本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套滤镜比美图秀秀还要自然，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从拍照就开始记录了很多空间的资讯来优化这个风格档，那这个就是其他第三方 App 很难做到的。不然以前我们要做到这种程度，就要用比较专业的 Photoshop 或是调色的软体，但是现在这种非常简易的界面的方式，可以让大部分的人都很快上手。有没有女生一看到这个照片心情就好啦，肤色很漂亮？所以以上这2个风格档，我觉得蛮亚洲人肤色友好的，就是玫瑰冷色还有梦幻光芒。那如果你今天是追求欧美健康啊，或是自然肤色的辣妹的话，就可以选择左1的琥珀色，或者是左3玫瑰金色这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琥珀色哦，它是自然偏暖色的皮肤。然后我刚才不是有说它背景其实是偏暖调嘛，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明显，就整体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如果你希望你皮肤的对比不要那么高的话，也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点。然后呢，另外一个也非常好看的就是这个玫瑰金色，你的皮肤就是红润的这样子啊，好好看哦，真的很好看耶。那至于我们没有提到的这个金色，我觉得它套在我身上有一点太过黄了，亮黄然后荧光黄那种感觉。不过呢，也必须要说，这个演算法其实它在每个场景调出来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针对室内啊或室外的风景去尝试看看哪一个风格你比较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街景或风景的部分。那因为我拿到 iPhone 之后还没有机会去旅游，给大家拍几张大风景照，所以呢，我们就先用城市景来给大家示范。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日系风格的话，选空灵这个还蛮好看的，就是你进来之后呢，大约拉到最满的话是这个样子。就很日系吧，是不是非常日系？然后你希望自然一点的话，就可以往下一点，然后可能饱和度也可以调一下。瞬间变成日本，超好看的，就是它整个颜色会非常温柔。然后另外一个冷色日系风，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最左边的中性还有玫瑰冷色，他们在拍风景或街景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冷色。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就是它不会很蓝，就是你会以为它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戏剧的风格档也蛮好看，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会喜欢这个风格。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依据你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景点套用不同的风格。例如说你今天去欧洲啊，那边可能建筑都偏暖色，那你就可以套个琥珀色或者是玫瑰金，那他们那边的黄就会更有质感。那如果是东京或是台北这种比较现代的都市，可能建筑大多是白色啊或是商业大楼，就可以试看看冷色或者是空灵这种比较干净的颜色。那例如说我们今天去旅游拍了一大堆的照片，我们要怎样一次全部处理呢？这个超级赞的就是里面其实有整批贴上的功能哦。例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已经调整好风格档了，那我就可以按右上角这边呢，就会看到有一个拷贝编辑项目，然后按拷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取我们想要套用风格档的照片，接着呢按右下角这个点点，里面就有贴上编辑项目。你可以看到它在处理我们的照片，那这样处理完之后呢，就全部套用完毕了，都是同一系列的感觉。那如果你今天整批复制错误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样把它选起来，这边里面就会有一个恢复原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相机预设就是已经使用这个风格档，就是一打开相机风格就直接套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风格档先设成预设值哦，这样子以后我们拍照就完全不用担心肤色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进到设定，然后我们找到相机。这边就有一个摄影风格，它就会要你挑4张照片，那你就选好之后按继续。
这边呢，它就会让你看不同风格呈现的样子是怎样。然后我发现预设的只能选我刚刚讲的那5个颜色，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左边5个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的嘛，这边的预设值就是只能选那5个。那例如说我今天希望全部拍起来都偏冷色，那你可以调，例如说刚才说30跟30嘛，大概往右上一点点就好了，这样子对比就不会太高。那这样完成之后呢，你以后打开相机，它就预设是会拍这个玫瑰冷色的照片。那这个部分事后返回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是可以进到相簿再去把它调回原本的样子。这样子以后呢，就都不用担心肤色的问题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几张成果照。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风格档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自己个人就是最喜欢那个玫瑰冷色，我觉得玫瑰金色也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讲到这次 iPhone 16全系列新增的这个相机控制按钮。那这个按钮呢，我们讲过它玩法非常多，它可以滑动啊、轻压跟重压。今天呢，最基本的用法就是你重压它之后，它就会打开相机，然后再按一下就是拍照。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容易误触，就是一不小心就打开相机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进到设定里面去把它改成2下打开相机，就是你按2下它才会打开相机这样子。我们进到设定，然后一样在相机里面呢，它这边有一个相机控制。那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里面的选项哦。首先最上面这个干净预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在控制这些项目的时候，旁边的那些选项会全部消失。有没有？我在调整的时候它就自动消失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有一点麻烦的，就是有些东西其实我是比较习惯触控荧幕的，我觉得在里面这样选有一点慢。那这个功能是帮助我们专注啦，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用，所以这个功能呢，我自己是把它关起来。好，那再来下一个选项呢，就是你今天很容易误触的话，就可以选按2下打开相机。甚至呢，你今天觉得这个按键完全不实用，你完全不会用到的话，你也可以到下面把它选到5。这边有一个5，就是把它的功能整个关掉这样子。那上面呢还有2个选项，就是放大镜还有条码扫描器。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相机你根本就不会用到，你就可以把这个按钮设成放大镜跟条码扫描器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颗按钮的用法哦。就是今天在相机的画面呢，我们可以轻放在上面，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界面。那你就可以调整，例如说缩放。那我们今天想要调整其他参数的话，就是可以轻压2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左右滑动去选择不同的功能。例如说我想要调整曝光，我就再按一下，我就可以用滑动的方式来调整。调整好之后呢，如果你要切换其他功能，就是要再按2下。我每次都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麻烦的，就是今天除了缩放之外，我其实都不会很想要在那边一直滑动然后调整，因为你拍照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快一点嘛。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切换不同的风格，我为什么不直接用点选荧幕就好了？你们看，如果我要用这颗按键来调整不同的风格的话，要花多少时间？例如说我今天预设是缩放嘛，我就要点2下进来之后呢，我再去找到风格，然后点进去，然后再去选不同的颜色。那我今天如果是用触控的话，我是不是这样子就好了？我觉得这颗按钮好像没有比较快耶，或者是我现在还没有习惯啊，不晓得。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按钮里面有哪些选项。首先第一个是曝光，就是如果是拍女生的话，是蛮推荐可以加个 0.3 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景深的话呢，除非你今天是要拍什么很近的东西，或者是比较特殊构图的画面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景深。例如说你可能想要制造一个树在前面的一个景深的照片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那再来下一个来看到是缩放，这个就是非常简单明了。那下一个呢是相机，它是可以直接调整焦段，就不用在那边滑老半天。再来下一个是风格还有色调，这都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而且这个好可爱哦，就是大家看那个风格档的那个小小的按钮啊，它会随着我调整色调，然后那颗圆球就自己在动，好可爱。有时候就是很喜欢苹果这种小小的细节，你知道吗？然后还要讲到这个按钮非常适合用来做后镜头自拍，就是你今天可以直接这样子自拍，有没有？或者是直的，你也可以直接用中指这边按。但是这个部分也是有一点风险的，就是因为它轻按不是也会选择功能嘛，所以有可能会误触。不过我目前试了几次，觉得是还好啦，就是你比较肯定的重压一下就可以拍照了。所以大家有在追求自拍画质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功能哦。那这个按钮呢，其实也不止这个样子，就是这一次不是主打 AI 功能吗？那之后就是会有一个功能，你可以打开相机之后用它来搜寻哦，就是一件衣服啊、一双鞋子什么的，你可以打开相机就直接搜寻，或者它也有其他自动辨识的功能这样子。那下一个呢，我想要讲到的是下个月 iOS 18.1才会加进来的 AI 修图功能。大家有发现我换了一只手机吗？
这支是 iPhone 15 Pro Max， 就是接下来16全系列还有15 Pro 系列都会有这个修图功能哦，而且它是不用切换到英文版也会有这个功能这样子。那要怎么用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天进到相簿的编辑，然后最右边就有这个 Clean Up， 点进去，它上面就有指示说你可以用点的、用轻刷或是圈起来你想要移除的内容。那这边就会它自动侦测路人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路人，它就会帮你消除。好快哦！然后再点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后差距，非常的自然，对吧？那除了用点击的方式来消除你不想要的东西之外，你也可以直接用涂抹的方式，例如说这个时钟，我就把它涂，它就会消失了。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帮路人打个马赛克的话，也没有问题哦。就是我可以直接涂抹他的脸，它就会自动把它变成马赛克，这个好方便哦。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蛮好用的用法，就是个资消除哦。就是例如说今天在图片上面有一些你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例如说电话或住址之类的话，你一样可以用这个功能去把它消掉，而且它会非常的自然，那就消失了，超级方便的。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这个功能，目前预计应该会是15号上线。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16 Pro 系列限定的 4K 120 frame 慢动作。就是今天你在相机，然后你去找到慢动作，然后右上角就会有 HD 120嘛，你就点这个 HD， 它就变成 4K 120了。那你今天录完之后呢，我们进到相簿。那今天这个 4K 120 frame 的影片呢，我们还可以去调整它的速率哦。就是我们进到编辑，然后右上角有一个码表的图案，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放慢多少。例如说我的影片很长，拍24 frame 的话，我就可以调整到20%。那在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时间轴，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你慢动作要发生的地方。那你在点下去的那一刻，它会放大那个时间轴哦，你就可以比较精细的去调整你想要在哪一格放慢。那这个蛮好用的，就是你可以营造电影感，或者是你在记录生活什么的，都会比较有氛围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喜欢去的店家啊，你在吃一个不错的料理啊，都可以用这个 4K 120，然后把它放慢的方式去营造电影感的画面。那再来下一个要讲到，这支16全系列都有新的麦克风编辑项目。就是今天我们录完一个影片之后呢，我们进到它的编辑里面，就会有一个混音，没有错，这个混音是16全系列都有的哦。那混音里面呢，就会有4个选项，分别是标准、画面内、录音室跟电影机。那第一个画面内，就是它会把画面外的声音尽量消除，但是那个效果当然不可能到100%消除啦，就是可能降低个20-30%，然后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画面内人物的对话这样子。那再来录音室，就是它会尽量把周遭的环境音消除。这个比较好用，就是例如说镜头内跟镜头外有人在对话的话，它会把那个对话尽量完整的呈现，然后其他不重要的车声啊或者是背景音就会消除。那最后一个电影集，就是它会把周遭环境留下，然后营造一种3D 环绕的感觉。我想要吃拉面，吃什么馄饨？哦，天气那么热，超手吗？是超手的吗？很难欸。很难哦。你想吃什么？我想吃比较凉快的东西。凉面。我觉得现在超热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室外，单纯要用这个麦克风来收全部的音的话，还是多少有一点风险。但是我个人非常满意这是 Pro 系列它的麦克风，就是我讲的是硬体本身哦，就是在语音备忘录的部分我试过了。例如说我现在用语音麦克风来录一段音，然后它用的就是16 Pro 系列最新的那个4颗麦克风嘛，我觉得这次升级很多耶，因为我实际用过，我觉得它录音的效果超好的。我指的是在室内这种 voice over， 就是直接录口白的方式哦。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外的话，那环境音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表现的程度是我真的愿意用它来录我影片里面的口白，所以大家也有录音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次新的这个 iPhone 16 Pro 系列哦。而且他们在发表会上面有讲说语音备忘录有新功能啊，但是我没有看到，可能之后更新才会加进来吧。大家觉得这个麦克风表现怎么样呢？我自己之前听过，觉得非常惊艳啦。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 iPhone 16 Pro 系列新的相机功能。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比较基础的相机用法的话呢，我之前已经有做过其他影片，我会把链接贴在右上方。那我们在后续1个月心得也会有更多实拍的照片呈现哦，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